感覺90年代、80年代的这种百貨商店啊，老板跑了一个，跟城隍廟老街那種風格很像，有點風，還有一點點雷陣雨的。100塊錢3件啊，超接地氣的。這裡呢搭了一個大棚子啊。大家好，上海有一條步行街，名字就叫小上海。有人說它是城隍廟的平替，也有人說它是浦東周浦人的快樂老家。1300多年前，浦東還是一片灘塗，一個叫周浦的村落悄悄成型。小上海步行街就坐落在浦東的周浦。清末明初，這裡商號林立，人稱小上海。100年後，當年的繁華變成了500米步行街上的人間煙火。今天呢，大家就跟着我的鏡頭，咱們一起逛一逛小上海步行街。步行街的不遠處就是地鐵18號線的周浦站。走到步行街的路口，首先看到的就是一排仿古的建築。一開始呢，我還以為是什麼老建築留下來的，走近一看就知道，應該是後續重建的。不過它的樣子確實做得很用心，跟城隍廟老街那種風格很像，飛檐翹角，古色古香。這裡現在呢是小上海旅遊文化城，1樓全部都是商鋪，非常的熱鬧，賣什麼的都有啊。我們走到裡面去逛一逛。這一排老建築底樓的商鋪，它的門頭呢全部都是統一的啊。賣運動服的、內衣的，還有吃的、喝的、旅遊紀念品，總之還挺熱鬧。今天呢是一個週日，下午的2點40分，相對來說也是比較炎熱。這一排呢，現在到了晚上啊，就會特別的熱鬧，因為到了晚上，它這裡呢就會化身成為夜市啊，周浦的夜市。據說呢，晚上這邊人氣呢就非常的旺。你看這裡一排全部都是這種紅色的小攤位啊，看得出來，到了晚上呢，這裡都會有人來擺攤的。我們走到前面去看一看啊。周浦這個地方呢，說實在的，我也很少來。不過一來到這邊呢，感覺這裡還是相當熱鬧的。哇，這個打銀鋪呢，上海的很多旅遊街道上都有啊，南京路上也有好幾個打銀的。好消息，老闆昨天跑路了。哇，這一家是不是有點太誇張了？這些商家為了做生意啊，這啥話都講得出來啊。老闆跑了一個。再往前走走啊，哇，這裡好像越往裡面越熱鬧啊。今天的白天雖然也很熱，但是相比較前2天來講的話呢，已經舒服很多了。今天的最高溫度是34度。哇，這裡的商業就非常的接地氣啊！你看這裡呢搭了一個大棚子啊，然後賣的呢都是一些超接地氣的產品啊，小商品，純棉襪10塊錢3雙。前面還有啊，哇，這個仿古的房子真的造得好大啊，有點像一個巨大的商場啊。然後底樓呢，真的店超多的，而且每一家都開着。哇，這邊的衣服你看這價格，100塊錢3件啊，超接地氣的。這裡還有啊，這就像以前90年代的那種小商品市場的衣服啊，超接地氣的。哇，你看後面還有小區啊，這個小區看上去也蠻新的啊，不是那種非常舊的小區。就我有個疑問，到了晚上他們不會嫌吵嗎？畢竟到了晚上這裡是更熱鬧了。哇，果不其然，這裡這個仿古的房子內部呢，它這裡還有一個服飾城啊，就類似於一個小商場一樣的。這邊呢，坐電梯上去還可以再逛一逛啊。那我們今天就不上去逛衣服店了。這地方倒比我想象的還要大一些啊。哎，這邊是一個套娃的這樣一個小攤啊。
太熱了，现在都没有人玩了。前面还有一个小朋友玩的，类似于像旋轉小木馬的這種。再往前走啊，哎，我發現這個地方呢，其實真的還比我想象的要大一些啊。再往前走，還有一塊啊，叫周浦美食街。前面可能吃的東西更多了，專注於美食了，可能。我們走到這個周浦美食街裡面去走一走啊。我們接着逛啊，走到這個周浦美食街裡面去逛一逛。這條街道呢，看上去不是很大，不過呢，超接地氣啊！你看這邊都是各式各樣的小商品啊，衣服啊、床上用品、婚慶用品，而且這個店面呢，看上去都有點年份了。我左手邊這排呢，全部都是美食了，各式各樣的，不過都是以小吃為主啊。像這個什麼13香小龍蝦，天熱的時候呢，正是吃小龍蝦的季節。右手邊呢，全部都是這種小商鋪啊，非常小且接地氣的小商鋪啊，賣各種什麼皮帶啊、帽子啊，這些小商品啊。美食還是挺多的。感覺這些美食呢，特別適合在晚上，幾個朋友一起來吃，就比較熱鬧的這種小吃。理髮店，這個是女裝店，這個款式呢也是比較復古的款式啊。哇，前面這家店好復古啊！國營紅霞百貨商店，這個店裡面還是這種玻璃櫃檯啊，這個就是。感覺90年代、80年代的這種百貨商店啊，然後賣的商品呢，其實蠻豐富的，各種小商品，然後廚房用品，還有這種喜字福字，就是到了過年的時候會貼在門上的。估計還是一家國營老店啊，相當有年份了。這種店其實已經很少看見了，市中心是完全看不到這種店面了，也只有在周浦這種歷史比較悠久的老鎮啊才能看到。哎，這個美食街是不是到這兒就結束了？到這兒應該是結束了啊。這個地方呢，其實還是挺大的。往裡走，這個仿古老建築裡面還有很多商鋪啊。我們接着往前走一走。你看這底樓這些房子很小，但是都有商鋪在經營啊。美甲美睫的，然後買這種女孩子的內衣的，皮膚管理美甲的。哎，這家店好像生意還不錯啊。美甲店怎麼那麼多？哇，現在開始起風了！哇，這個風吹到身上好舒服啊！小商品商店是最多的，然後這條街上的美甲店超級多，幾乎每一家美甲店裡面都有顧客啊。它這一排一整排仿古的這個老建築呢，其實非常大啊，非常大。你看往裡走還有啊，這個算是有2棟吧，2大棟這個仿古的老建築啊。然後其實就是類似於像商場一樣，底樓呢都是各種商店做生意的。然後前面還有一棟，可能還不止2棟，有3棟的樣子啊。我發現它的2樓呢，好像有人住在裡頭啊，這邊都有衣服晾出來，也許是被改成了這個公寓啊。就總之這邊其實還是挺熱鬧的。本來以為就是一條小上海步行街，然後我走着走着呢，發現自己怎麼拐到了這個叫周浦老街上面來了。這個地方真的太多東西了。
就是它的那個周浦老街，還有那個周浦美食街，包括我一開始逛的小上海步行街，它全部都是連在一起的，內容非常豐富。然後呢，開滿了各式各樣的店鋪啊，你要把一整個逛完呢，打底1-2個小時啊。周浦老街它的風格其實跟小上海步行街是差不多的，你看這個。在仿古老建築裡面的這些商鋪呢，基本上是以美食為主啦，吃的很多啊。哇，現在上海就是有點風，還有一點點雷陣雨啊，但這個雨呢也不是很大，夏天的雨呢就是來得快，走得也非常快。下了雨之後呢，上海的氣溫呢就會稍微往下降一降啊，那體感就會舒服很多。賣啥的都有，你看這裡是一個水果攤，前面呢就連着這個小上海步行街了。好啦，那麼我們今天逛小上海步行街，還有周浦美食街、周浦老街就逛到這裡啦。感謝您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呢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轉發。那我們就下個視頻見吧，拜拜。